Hello， 大家好，我是夏木。在长野縣北部有一个人口不到1萬、存在感非常低的小鎮，這裡沒有新幹線車站，也不是熱門滑雪地，但每年都有遊客專程來到這裡。有人為了栗子而來，有人為了葛飾北齋而來。這裡就是小布施。這個小鎮擁有數百年的栗樹栽培歷史，這裡產的栗子在江戶時期也曾作為貢品。同時，在人生最後的10幾年裡，日本最著名的浮世繪大師葛飾北齋也與這座小鎮結下了深厚的緣分。80多歲的北齋多次來到這裡，創作了晚年最重要的一批作品。直到今天，小布施依然保存着他留下的痕跡。這次也是我時隔9年，為了栗子蛋糕和北齋美術館，第2次來到小布施，帶大家看看這座日本最著名的栗子之鄉的魅力。現在已經到了長野站，這一次購買的是東京的這個廣義周遊券，然後這次有一個比較大的失誤是，我以為這張票可以直接坐到長野站，但是發現它只能坐到佐久平站這一個站，然後後面從佐久平站到長野站是自己花錢補的，失誤了。現在要去換乘這個長野電鐵，去到小布施這一站。感覺已經有好幾年沒有來長野這個站了。長野站還是一如既往的透露一種很舒服的氛圍，周圍就是高山，然後天氣也很好。但是這幾天氣溫有點低，所以還是有點冷的。雖然穿了一件長袖過來，但是我感覺長野這邊的氣溫比東京還要低個2度到3度左右吧。票已經買完了，單程是870日幣。這個是長野電鐵線的檢票口，它沒有自動檢票，只有人工檢票。現在準備檢票進站。中野まで各駅に停車をしてまいります。主な途中駅の到着時刻をご案内いたします。現在已經到了小布施，這邊真的天氣又好，風景也很漂亮。這是小布施車站的站台，挺漂亮的，上面還有這個薔薇花吧。而且下車的人不是特別的多，大概只有10幾20個人吧。這個車站是木造的，完全是一個木頭的建築物，看上去還是有一點年代感的。回過頭來看一下，這個就是站台上面這個建築物吧，可以坐在裡面等待的地方。然後車站旁邊就是很普通的這個田地了。這邊也有一個關於小布施的詳細介紹，這邊就寫了栗子和北齋還有花的一個地方。OK， 今天就花1天時間在這邊逛一下，看一看小布施有什麼樣的魅力。
在小布施車站出來，旁邊就有一個觀光的一個介紹的地方，然後會有一張周邊地區散步的地圖，然後工作人員會給你圈一下你想去的一些地方，然後跟着他这個圈出來的地方走一走看一看，其實就已經可以把小布施這個比較繁華的地方能夠全部都繞一遍。往這個方向走就是北齋館跟高井宏山的紀念館，還有一些店鋪、商店之類的地方。往前走一下，上午就在這個區域逛，然後下午打算租一輛自行車，騎到稍微遠一點的地方去兜一圈。很漂亮的街道，可能后面有这个山和这个白雲吧，看上去更加的舒服了。这个街道的一角太有夏天的感覺了。这個場景真的太像動漫裡描繪出來的這種顏色了。小布施這個地方雖然就是建築物都很古老，看上去，但是都是很有美感的建築物，而且維護的也特別好，我感覺比其他的一些地方城市維護的更好。差不多從車站走過來，走到這個北齋館5分鐘左右吧。這裡這條街道應該就是賣一些工藝品啊，然後賣一些小禮品的地方。現在已經到了北齋館了，進去逛一圈，但是大概率裡面是不能拍攝的，就去看一下他的畫作好了。他這邊的開放時間是早上9點到下午5點，然後休館日是12月31日。哦，這次很遺憾哦，它今天是，一個別的展覽，就是它裡面正在布展，所以今天只有一個地方可以看，是看那個，就是夏日祭的時候用的那個山車，所以很快就看完了。這個灰色的是它的門票，然後後面藍色的是我買的一張書籤。今天內容就只有一個展覽館是開的，所以非常的少。然後在這個北齋館正門出來，就是這邊比較有名的一條散步的小路。這條路真的是非常的小，叫做栗子小路。應該是上面有幾棵栗子樹吧，往前看過去好像確實有。然後再往前走就是高井宏山的紀念館。
這裡有一棵非常大的栗子樹，現在樹上開滿了这個栗子花。这邊就是高井紅杉的紀念館了。高井紅杉紀念館裡面的展品它是不能拍攝的，然後這個是它紀念館裡這個園子的樣子。這個園子裡面也有很多這個栗子樹，這邊就有一棵。然後這邊是它的一個俯瞰圖，還有這個紀念館的一些介紹吧。高井紅杉是江戶時代後期小布施的一位豪商，同時也是書畫家和文化人。他熱衷於結交各地文人，並將自己的宅邸作為交流場所。1840年代，已經80多歲的葛飾北齋多次來到小布施，並在紅杉的支持下創作了許多晚年作品。如今的高井紅杉紀念館展示着這位小鎮文化人的生平，也記錄着他與北齋之間的故事。是一個非常傳統的一個日式建築，有屋檐，然後裡面是榻榻米的房子，然後有這個紙糊的這個推門，然後還有所謂的這個後門吧，就這個地方。好了，現在從高井紅杉紀念館出來了，又重新回到了這個小布施的一個原來走過的這個大馬路上面。這個地方其實區域很小，它的這個集中在同一片區域。哦，這裡面好像還有一些比較有氛圍感的房子，不知道是不是可以進去。這邊也是一些展館，但是好像並沒有開放。裡面還有一些餐廳吧，好像是店鋪和餐廳。哇！哦，这邊是一個和果子的店，叫做一基姆拉。它也是一個開放式的一個花園，不知道是不是能進去，看一下。
好像沒有人哎。哎，前面路過一個地方也是這樣子的，我都不知道是不是可以進去。但這裡它確實是寫的是開放的，而且門也是開的，是可以進來的。哦，这個園子好漂亮，就是打理的非常精細的一個日式庭園。现在重新回到了刚刚的这个日式庭園的入口處，它其實這邊擺的是這樣的一塊牌子，是可以進去的。只要在入口處有這樣的一個標誌的話，裡面這個庭園是可以進去參觀和拍照的，不用擔心。它的對面有一家吃甜品的地方，不過等一下要準備去另外一個比較有名的地方吃。現在準備去找一下吃午飯的地方，把午飯解決之後再去別的地方逛一逛。在這邊有一家叫做全食亭的餐廳，在這裡面可以吃到栗子飯跟蕎麥麵，都是這個地方的特產。今天的午飯就在這邊解決一下。選了一個最靠裡面的座位，是直接可以看到這個日式庭園的。這個是栗子飯，然後這個是肉，還有蕎麥麵，最後還有一碗湯，蓋上。這個看上去非常的豐盛，感覺也很好吃。現在已經吃完午飯了，然後準備去小布施堂，也就是做栗子最有名的這個甜品店，去吃一個蒙布朗蛋糕，是有點迫不及待了。這裡就是小布施堂，這裡是正門，在這裡可以吃到非常正宗的這個栗子蛋糕，進來看一下。这裡面也是一個
比較偏日式的庭園。这个其實就是連在後面的這個高井紅杉的這個紀念館是在一個區域裡面的。這個建築物也是非常的古老了，已經。在這個小布食堂裡面買了一盒栗子羊羹，很小的一盒，裡面有3小塊吧，看上去還不錯。這棟建築物也非常的漂亮。現在準備重新走到車站附近，然後去車站前的這個觀光介紹的地方租一輛自行車，去到這個車站的另外一邊。另外一邊有一條非常大的河流，叫做千曲川。去那邊逛一下，租了一輛自行車，電動的，準備騎一圈去逛一下。哇，這邊跟車站的另外一邊氛圍感完全不一樣，而且面前就有一片這個栗子樹的樹林，小樹林。看一下這個地圖應該怎麼走。這邊一直往前，然後右轉就可以了。Go！ 哇，這邊比剛剛那個地方要安靜非常多，而且這邊幾乎都沒有人過來。哦，這個右手邊全都是栗子樹，哎，真的是栗子的一個專門種植的地方。看一下，不過這裡面應該是進不去的，而且這個栗子花有一股奇怪的味道，我感覺這個小布施今天這一整天空氣中彌漫着這個栗子花的香味，有點奇怪這個味道。小布施種植栗子的歷史已經超過600年，這裡地處松川衝積形成的扇狀區域。土壤呈現酸性且排水良好，所以並不算傳統的稻作用地，相反，非常適合栗樹生長。同時，小布施周圍群山環繞，晝夜溫差明顯，有利於栗子積累糖分和香氣。正因如此，小布施產的栗子果肉細膩，香氣濃郁。江戶時代，它甚至被選為獻給幕府的獻上栗，也因此聲名遠播。時至今日，栗子依然是這座小鎮最重要的名片之一。這邊有個公園哎，進去看一下這個公園是什麼樣子的。哇，竟然是田野！哇，這個地方好漂亮。哇，騎在這個鄉間小路真的太舒服了，而且現在剛好是水稻種植的季節，這個
個田野都是綠油油的。这個面前下面的地方就是千曲川了，這條河流應該是這裡流經最大的一條河流了吧？但是現在這個河堤上面全都是栗子樹園，應該是種栗子的這個果園吧？應該是叫果園。這整一個河堤上全都是種滿了栗子樹。然後，在這個畫面的左手邊，全都是櫻花樹。應該春天的時候，這邊應該是非常漂亮的地方吧？這整一條河堤上，左邊全都是櫻花樹。這邊有一條路是可以下去的，但是感覺下面都是大家的一個私人農田或者果園吧，還是不下去了。就在這個河堤壩上面看一下吧，這個風景真的是特別的好，讓人感覺心曠神怡。現在準備往山的方向騎過去看一下，把整個城市都繞遍了。從江戶時代的線上力到葛飾北齋晚年的創作足跡，小布施並不是一座停留在過去的小鎮。隨着時代變遷，這裡經歷過繁榮，也面對過轉型。但那些真正有價值的東西，栗子文化、歷史街景以及人文藝術之間的聯繫，依然被保留了下來。如今的小布施距離長野站不過30多分鐘的路程。如果來到長野旅行，我很推薦留出一天時間，放慢腳步，在小布施街道散步，看看北齋留下的作品，品嘗栗子美食，也感受這座小鎮如何將歷史與生活自然地融合在一起。這裡或許沒有特別震撼的景觀，卻是一處值得慢慢品味的地方。感謝各位的觀看，我們下個影片再見。